我来吧。哎呀，快，别沾手，别沾手。你客气。哟，曲和来了。和和，妈，你看，我就说我们家和和有口福吧，只要菜一上桌，他肯定回来。崔瑶爸爸，吃饭了，崔瑶爸爸。没眼花，他们算是结成联盟了。来了。啊，来，上座。来，快，瑶瑶，曲和，快过来。许和，坐吧，哎一家人一起吃个饭。还有个汤，去端上。哎呦，坐着，我来。许和，今天是家宴，陪我喝杯酒。快吃了吧？你看，崔院长让你陪着喝一杯，你就喝一杯呗，怕什么呀？开车了就把车搁在这儿，实在不行就不走了，住这儿吧，是吧？对，来就放心喝吧。爸，我敬你一个。慢点儿。来，咱们也来。崔瑶妈妈，来，崔瑶。哎，好，真不容易哈。来，瑶瑶，吃鱼，瑶瑶最爱吃的。哎呀，瑶瑶，听说美国那个地方都没有炒菜的吧？你看看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啊！还好吧，都习惯了。我们家瑶瑶啊，从小就没遗传她爸的音乐细胞，倒是像我，事业心强。这些年啊，在美国，我这个当妈的是既骄傲又心疼。我跟你一模一样。你看我们家曲和在北京不也一样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人家可是美国。你吃饭啊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，别白费心思了。我跟曲和决定离婚了。这几天我一直都没说，我是想找一个更好的机会跟你们讲。但是现在说也一样，今天这顿饭就当是咱们两家的散伙饭吧。瑶瑶，妈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。我大老远从美国我飞回来，不就是想解决跟他的问题吗？但我发现我跟他之间并不仅仅是一个太平洋的距离。曲和，也许你说的对，如果2年后有更好的机会给我，我很有可能还是会选择我的事业。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和我一样，一起向更高的目标去努力，不是整天就守着自己的那1亩3分地儿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没出息，配不上你呗？我从来没这么说过。但我就是觉得咱们俩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一样了。所以离婚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哎呀，曲和，爸妈，我敬你一杯，感谢你们这么多年的照顾。妈，我们走。不好意思啊，真不好意思。瑶瑶，你都……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曲和，你站着，你给我回崔瑶他们家，好好跟人道歉去。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明白？我和崔瑶已经不可能了。我当初还说你不可能跟崔瑶结婚呢。所以我跟他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我当初就不应该来北京，从小你就不应该让我学大提琴，那样说不定我过得比现在开心得多。啊？你还怨上我了你？我供你读书我错了，我省吃俭用我给你买大提琴让你学音乐我错了。你要上北京上学来，我不该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借钱让你来北京，是吧？你现在不高兴都是我的错是吧？你离婚就高兴了是吧？啊，户口本在这儿呢，拿去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管不了了，我也不敢管，离去离去。
喂，杜姐。这是老秦，干洗店老板。您好。这是夏白露，我妹。你说今天巧不巧？我呀，吃完中午饭要回店里，本来平时都不走这儿的，偏今天就走了这儿。我一看，老秦怎么自己看店呢？一问啊，太好了，之前那个小伙子不干了，刚走，我就赶紧的给你打电话。谢谢杜姐。客气啥？干过吗？没干过，但是我以前在商场干过，衣服上的洗涤标签我都能看明白。好好好，其实这儿活很简单，就是收件儿、打标，这衣服呢都送到工厂去洗，时间有点长，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行吗？嗯，行。哎，中午有吃饭时间吗？吃饭时间有，不过咱店里就2个人，咱就在店里吃，行吗？哦，行。那就先试试，工资我给他开1800、2000，干好了咱再涨，行吗？行。今天就上班？今天啊？真的？可算让我逮着你了啊！有人没？有没有人在家？有人没？有活人没？喘个气儿啊！你谁呀？来干嘛的？怎么进来的？小鲜肉呀，身材不错嘛。你干什么了？干嘛呀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快点出去！哎，我问你啊，夏白露在家吗？你是他什么人？你别管我谁。他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？应该找工作去了。哎，你再不出去，我报警了！小样儿吧，我能吃了你啊？行了，我走了啊。你才小鲜肉呢！喂，人我给你找着了啊。过得怎么样啊？过得怎么样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见着人。老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让你找个人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这服务态度不行啊！我让你要把人找到，你找个房子算怎么回事啊？那怎么着？用不用帮你绑回去做压寨夫人啊？少跟我拼！行，你回来吧，我指望不上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亲兄妹可得明算账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小样！军哥，这礼拜物流单子少了很多啊。按理说这几家不应该发那么点货。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看看他们究竟上了多难看的衣服，至于卖不出去吗？走。什么？张哥，生意兴隆啊，有事儿说话。哟，钟啊，刘二呢？祥子，哎，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马马虎虎。哎，这衣服怎么样啊？这衣服怎么样？这不女人衣服吗？我哪懂啊？女人衣服就不懂啊？在时尚帝国待多久了？这衣服档次就叫不赖。祥子，这衣服卖不出去。哟，
不好卖呀，这衣服。生意兴隆啊！越思越想好上山，两当夫在朝为官还。我这一大早就听到虫叫，感情源头在这儿呢。你一天不起来，我心情不舒畅是吧？你呀，要是捧女人像捧她一样，估计你早找着媳妇儿了啊。我有没有媳妇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拐头那家生意不好是吗？他家生意要不好的话，我们还做不做了？那后边还真有人搞小动作呀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我们天天在停车场盯着，没看见有生车来啊。你天天打牌能看见个屁呀！走了，屁姐。哎呀，工作。这一大早的，领口和袖口没问题，但是胸前这块儿可能会效果不太好，但我们会尽量处理的，你放心吧。你确认一下，如果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在这儿签个字，一共40块钱。你有会员卡吗？没有。那我建议你办一张，从500块钱有8折的优惠，1000有7折的优惠。如果你住在附近的话，办一张卡可以省不少钱呢。要不要看看？下次吧。啊，行。40。好。 3天后过来取件。嗯，好。中午我看着吧，你去买点饭回来。哎，隔壁第3个店，便宜又干净，啊，快去。哎，好。哎，那个，快点回来啊，好多活呢。哎，我马上就回来。 不错。东东，最近玩具和衣服都买完了。 回去要对阿姨好一点，多哄她开心。阿姨开心了，就会让爸爸多陪你，知不知道？妈妈什么时候来找我呀？等爸爸把这件重要的事情解决掉，就带你去找妈妈。爸爸，你说话要算数，不准骗我。我想跟爸爸在一起，我也想跟妈妈在一起。爸爸答应你。 你一定会见到你妈妈的，相信爸爸。爸爸明天带你去看大熊猫，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，但是你最近要听爸爸的话。好，爸爸，我想吃个冰淇淋。爸爸去给你买，在这等我啊。 谢谢。那微博、朋友圈的帮我发一发啊，几百号关注，不用，还不用。来，谢谢。爸爸，我还没吃完呢。 臭小子，连姐也敢撞！啊！对不起，我在喝水掉了。老秦敢洗。 彤彤，
我知道，一定是秦老板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，对吧？是，今天全是我的错。第一天上班就突然消失，这是我的不对。明天我亲自跟秦老板去赔不是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行吗？杜姐，我知道他们能够用我，都是因为看在你的面子上。今天我给你丢脸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我再也不会犯第二次了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呀？你藏的可够深的。啊？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说一声？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，我是怕您觉得这事儿太麻烦，所以你要是不愿意，我马上就可以搬走。你把我杜芳芳当什么人了？我也是当妈的，孩子丢了当妈的什么心情我不知道啊。杜姐，所以你留在北京就是为了找孩子？嗯。那孩子他爸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走的时候一句话也没留下。我带着儿子就是来北京找爸爸的，可谁知道。别难过啊，能找到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希望吧。哎，哪个漂亮？姐，两个都好看，这个挺贵的吧？贵不贵我不知道，反正是抵债过来的，最起码一个得50、60万吧。哦，那个，我去洗漱了，啊。哎。10万。姐，三哥呢？三哥去外地收钱去了，怎么着？想他了？啊，没有。姐，我去看眼彤彤啊。去吧去吧，想着把门关好啊。哎。带你找妈妈去。爸爸干什么？找妈妈？哎，嘛去呀？急什么呀？那录像都录着呢，你看你这狼狈的样儿。姐，慢点儿，别睡了。到我房间来一趟。爸爸还找不找妈妈了？老板早，我帮你了。不用，没事，我帮你嘛。老板，我知道昨天事儿是我不好，怎么解释都是我的错，但是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以后每天早上我来开门，每个月我只休息1天，这样行吗？有事你就说，我也没说不准你加，说好等你回来干活的。昨天一走没影了，这叫什么事儿？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昨天真的是我的不好。来，您先喝口水，我马上就去洗衣服，保证不耽误事儿。那再试试吧。谢谢。咱可说好了啊，昨天工钱我不能给你。待会儿空下来，把那个储藏间打扫一下。哎。挺好用的嘛，怎么就不要了？好，今天的课就到这儿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许鹤，崔院长，许鹤，找个地方咱们喝点东西。真是想不到，一个瑶瑶现在竟然闹到要离婚的地步。爸，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许鹤。按理说，小两口之间闹矛盾，我们做家长的不应该插手。可我既是你的岳父，又是你的老师。今天呢，我想多说两句。是啊，瑶瑶这些年去美国，的确你感到很寂寞。可你是个音乐家，这搞音乐的本来就应该远离柴米油盐，更何况寂寞，这也是应该的。是啊，平凡人的长相守固然是幸福。可你不应该是这种人呐！如果照您这么说的话，那音乐家就不应该成家。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应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事业上，这样你和瑶瑶之间的矛盾也不会这么大。可我不觉得为了事业就可以牺牲家庭，可能我跟崔瑶本来就不是一种人吧。许鹤，当年你和瑶瑶谈恋爱，其实我并不看好你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最后要点头吗？因为我觉得你是个音乐人才，所以你现在应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事业上。瑶瑶出国也正是为了这个。你们现在正是打拼的年龄，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，这总不至于闹到和离婚这个地步吧？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最近咱们学院跟美国茱莉亚学院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协议，下半年要派几位老师和学生去美国进行互惠学习，为期是2年，所以我希望我不去。为什么？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呀！你如果在美国站住脚，你完全可以试着报考美国的交响乐团。如果你觉得不适应，你跟瑶瑶还一起可以回国吗？爸，你这么费尽心思的促成这次合作，无非就是想让我去美国陪着崔雅。是，我知道这次机会很好，但我不会去的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想去美国，我希望是凭借我自己的实力，光明正大的去。如果没别的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就这么几件儿。啊。开会，直接通知涨价就完了。怎么了？管委会说了，卫生费、管理费还得涨，说白了就是要钱，零零碎碎又得1000多，这生意没法做了。什么意思呀？那咱这儿也得涨价呀？姑娘，你可太天真了，咱这是加盟连锁店，花钱我得自己掏，涨价我说了就不算了。本来就是生意淡季，雪上加霜。咱这生意这么差，也该想想办法了。哎，我看对面那个美发店前2天在发小传单，要不咱也试试？主意是个好主意啊，
印传单得花多少钱啊？谁去发？早晚上下班我去发，传单我让他们印简单点的，我再跟他砍砍价。你能吃苦很好，但是我不能给你加班费。来，您看一下。哎，谢谢你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再麻烦你一下，你帮我这个印在背面好不好？谢谢。也不早说一声。不好意思。那给你钱。我们这是干洗店免费上门送货取货，你要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小姐你好，我们店免费上门送货取货，你要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就是北京。还没睡呢？哦，客人的衣服上掉了扣子，我缝上就睡。心可真细。哎，老秦今天去超市买菜了，还跟我夸你勤快呢。我这个外地人又没什么高学历，再不勤快谁请我呀？瞧你说的，反正我觉得我没看走眼，你不是一般人。谢谢杜姐，其实我心里真的特别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呢。干洗店发了工资以后，我一定马上给你补上租金。哎呦，不急，你这么勤快又聪明，以后一定能发大财。谢谢，估计也就你这么看好我了。哎，之前一直在找彤彤，都没时间好好逛逛北京，直到今天才发现，原来北京这么大。你知道吗？我站在那个高楼上看北京，哇，就觉得下面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所有的人就像蚂蚁一样，好像随时都有可能被踩死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每个人都会有彷徨，都会有挣扎，但他们应该都在竭尽全力的去解决各自的问题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就释然了。我觉得，好像全部的委屈都没了，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，因为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。对，你这么想挺好的。
说白了，谁都不想遇上这些烂事儿，可遇上了，伤心难过、哭天抢地有什么用啊？日子还得过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日子照样得过。哎，饿不饿？晚上我和家宝吃的饺子还有点，给你热热吧。啊，我在外头吃过了。哎呀，外头能有啥正经吃的呀？反正剩了家宝也不吃，你等着，我给热热。妈，这衣服给我拿去干洗一下，我演出要用。妈。小区物业怎么管呀？小广告都能发到这儿来。勤干洗。老哥，鱼重要还是妹重要呀？你看我来这么长时间，理都不理我。哎呀，老哥呀，你这衣服都穿了几天了？你快闻闻，这什么味儿啊？你要不给我洗了，要不就闭嘴。要么多说世上只有妹妹好呀！啊，作为在你身边生活了20多年的女人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你没吃药呢，还吃错药了呀？今天。得嘞，妹妹，我今儿有空，拿去给你洗洗啊。不过洗衣服钱得你出啊。你要钱就直说，自个儿拿，别给我瞎扯。谢谢老哥。那什么，等我洗完给你拿来啊。欢迎光临。是你？看到这个了，我就想说过来看看，没想到你真在这儿。看来找到工作了。在北京只要肯干，就不会饿死。洗衣服啊？对，帮我把这个干洗一下。这是演出服。对，演出用的。对，那天在广播里听说了，你是拉大提琴的。艺术家。别逗，这个几天能去？正常3天，你急用吗？3天，赶得及。行，就3天。哎，这儿掉线了。没事，不用管它。我上台的时候用透明胶粘一下就好。啊？那多难看呀！一会儿我帮你缝缝。不用吧？顺手的事儿，很方便的。那。撞断了我的粉水晶，自己在这儿找桃花。你要有事的话，你就先走吧，我一定帮你衣服处理好。那这衣服就拜托你了。嗯。再见。嗯。欢迎光临。把它给我洗了。哎，好，稍等啊。哎，好。我的钢铁侠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
不就是蛐吗？这可是我哥花了500大洋从潘家园买的无敌钢铁侠。500？姑娘，你不应该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放这口袋里啊！你谁呀？我跟老板娘说话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边去！哎，这东西真有这么贵吗？比这贵的还有呢，你当心别割伤。嘀咕什么呢？赔不赔？小姐，是，这只蛐是我打死的，但我真的以为它就是只虫子，而且你兜里放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也没提前告诉我一声呀。是。怎么的？这还是我的错是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们不想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们就是不想赔是不是？以为我吓唬你们呢？不是，我们不想跟你吵架，只是在跟你说道理。你别生气。行，等着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我不仅要让你们给我赔蛐蛐，还要赔我精神损失费。小姐，姑娘，喂，哥，钢铁侠死了，你要给他报仇。谁把我钢铁侠打死了？出来！哥，哪儿呢？就是他。你们认识啊？别跟我拉拉扯扯的！你能不能放过我？哈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好，我现在跟你赔不是。我是一个从小地方来的，我不懂规矩。我跟你洪先生说对不起了，我求你放过我，行不行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好好给你找份工作，你不说一句话就走了，怎么着？嫌我红中给你找工作不够好？我长那么大没遇到这么丢面的事儿。任何人都可以可怜我，除了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找不到我老公，更不会把我儿子给丢了。我不需要你的恩惠，我就算是要饭，我也要绕开你们家走。这你说的，我都管闲事。你狗咬吕洞宾！别吵架。就这么走了？那钢铁侠他……要不你给他收拾？我还是跟你走吧。走不走？好，走。不赔了。哥，消气儿啊，没给你捏捏啊。消什么气儿？早晚被你气死。怎么冲我来了？哎，刚那女的谁呀？不认识。她是不是就是你让我找的夏白鹿啊？我猜就是她。哎呦，哥，你不知道她有多厉害，那嘴皮子比我还溜呢。